妈以为龙拓是真的喜欢我吗？他喜欢的是咱们欧阳家的一切，他对我不是真爱，不过是以为我比大姐好追，所以才会天天纠缠着我而已。总之，妈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龙拓，我不喜欢他，也绝对不会给他机会的，更不要说嫁给他了。欧阳婷觉得母亲忽然着急起来，是大姐和战远的事公开了，母亲见姐姐找到一个这么优秀、家风又好的婆家了，着急了，内心深处说不定也替她嫉妒羡慕一下姐姐吧。二太太还想争取一下，她说道：“你都没有和龙少爷相处，尝试过，怎么知道人家是真心假意？咱们家真正当家做主的人是你大姐，你嫁人并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生意。龙少爷追求你，他是清楚的。你说你都20好几了，45入法，就30岁的人，但还没有男朋友。妈原本是不着急的，但见你大姐都有了未婚夫，妈就着急了。你一点也不输于你大姐，她能嫁个好男人，你肯定也能嫁个好男人的。”二太太还真是看到侄女有了好归宿，突然开始操心自家长女的婚事了。战远刚来的时候，妈看你对他很是欣赏的样子，你怎么不和战远发展成男女朋友呀？他是妈见过的最优秀的青年才俊了。欧阳婷不客气地说着母亲，那是妈知道战远是管城首富家的六少爷了，若是不知道他的家世，他只是我大姐的私厨。我喜欢他的话，妈会同意我和他在一起吗？早就求着我大姐将战远辞退，好分开我和他了。我是欣赏战远，现在依旧欣赏他，但我对他没有男女之情，很纯粹的欣赏而已。二太太被女儿驳得哑口无言，的确也是那样。如果女儿真的喜欢了战远，战远又是个普通的厨师，她肯定会强烈反对女儿和战远在一起的。婚姻还是要门当户对的好。龙拓对我绝对不是真心的，我不会给他机会，也不喜欢他。妈，你在着急我的人生大事，也不能是个男人都让我上吧？你女儿没有差到是男人都能上的地步。我真要找男朋友，肯定要找一个真正优秀，又不会肖想咱们家家产的人。二太太被女儿说的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感觉她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。她只看到龙拓背后的龙家，没有想清楚龙拓的真正身份。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龙家大少爷，他爸也不是龙家真正的家主。一旦那个嫡系少爷回归，龙拓父子俩都要将他们现在掌管的一切归还给嫡系的少爷，人家才是正统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家主。龙氏一族的才是都是属于嫡系一脉的，旁支旁系再眼红眼热也没有用，他们的祖宗都是依附着嫡系一脉生存的。当初发家致富的也是嫡系一脉，人家是看在同宗族的份上给他们安排工作，带着他们赚钱，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多了就想霸占人家几代人打下来的江山吧？那是忘恩负义，白眼狼所为。龙拓之父就是白眼狼所为。妈，你知道江城凤家的事吗？欧阳婷问着母亲。二太太说道：妈很少出去，江城离咱们这里那么远，妈哪里知道江城凤家怎么了？欧阳婷将凤家的事告诉了母亲。她说道：龙家的代理家主就是怕他落得凤家主的下场，到头来都是为正统一支做嫁衣。他安排他长子盯上咱们家的姐妹，是为了他们以后的路，给他们自己找的一条后路而已。如果他们与我们结了亲，一旦龙家正统的那个孩子活着回来，要接管龙家的一切，龙拓父子俩敢不归还吗？人家手里有着家主的一切信物，龙家的那些精英们是认信物不认人的，谁持有那些信物，他们就听谁的。到时候我们身为亲家，能不帮着龙拓吗？就会将我们欧阳家卷进去，处理不好，我们欧阳家会成为牺牲品。而且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结亲的关系，然后慢慢的渗入咱们家的生意里头，时机成熟了就据为己有。我们家的财富也是几代人积累起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当年我爷爷走了，
我爸和大伯他们没有能力撑住场面，与我们家拈亲带故的以及公司里的老人们，哪一个不是想瓜分咱们家的家产？那几年的危机，妈都忘了吗？没有我和我姐的力挽狂澜，我们今天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难道妈还想再经历一次？二太太，妈怎么可能想再经历一次？好吧，你说龙拓不好就不好吧，妈也不了解他，只是听说他在热烈追求你，你又没有个男朋友，跟你说一说而已。既然他不适合你，那就算了。妈帮你留意一下，有好的、合适的就告诉你。不过你不要远嫁，妈舍不得你远嫁，咱们家也离不开你姐妹几个。二太太不想让女儿远嫁，其实你大伯娘也舍不得你大姐远嫁的，只是站远在咱们家里上班，她长期在咱们家生活，跟上门没什么区别，你大伯娘才接受的。她如果不是在咱们家里上班，你大伯娘肯定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你大姐是强势，也要考虑咱们家的情况，要考虑一下父母和幼弟。战家人丁兴旺，战远长期留在这边生活，战家无所谓。说到这里，二太太又叹口气，婷婷，现在妈才觉得战远真的是一个好选择。妈，战远再好，那都是我未来的姐夫，他来咱们这边本就是冲着我大姐来的，以后这样的话你不要说了，没得让人误会我想抢自己的姐夫。欧阳婷严肃地提醒着母亲，生怕母亲不知轻重，老是说这样的话，引起了误会，影响了她和大姐的姐妹情，也容易导致他们欧阳家内部分裂。战奶奶早就见过我大姐，也对我大姐考察过，才安排战远过来追妻。她打着当厨师的旗号，实则是为了追妻。二太太抿抿嘴后说道，妈也就是在你面前这样说，不会对外人说的，也不会在你大伯娘面前说。我的女儿也很优秀，没有必要和任何人抢一个男人，就是有点遗憾而已，错过了战远这么好的一个女婿。话说战家的老夫人是怎么知道你大姐的？她老人家听说都80出头了，还能到处飞，给她的孙子们相看媳妇儿。二太太对战家老夫人好奇得很。欧阳婷说道，我不了解战老夫人，不清楚这些事，总之她相中的是我大姐，战远爱上的也是我大姐，我对战远也没有半点男女之情。妈以后不要说可惜错过了战远之类的话，容易让人误会。知道了。二太太也只是在女儿面前说说，现在夜深人静的，大家都休息了，母女俩的闲聊别人也听不到，况且她只是感叹2句而已，并非真的让女儿和长姐争夺男人。她的女儿那么优秀，也有她的骄傲，不用和姐妹争男人。用女儿的话说，如果战远没有豪门少爷这个身份，她就真的会赞成女儿和战远一起吗？做不到，就是大房那边也做不到。侄女阿雅是个眼高于顶的女子，她又是欧阳家的当家人，不是很有本事的男人都征服不了她的芳心，所以婚姻还是门当户对最适合。妈，很晚了，上楼休息吧。你也早点上楼休息，别熬夜。顾不过来，就让老三老四他们分担一点。二太太心疼女儿这么累。欧阳婷默了默后说道，他们已经帮忙分担了很多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大姐的担子有多重，她一个人的工作量抵得上我们2、3个人的了。这个倒是，身为集团总裁当家人，她是压力很大，胆子很重，就是这样公司有时候还会亏损，不过生意嘛，总是有赚有亏的。阿雅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二太太对侄女没有意见的。当初要不是欧阳雅年少接班挑起了大梁，也不会有他们如今这般安稳的生活。她都不好意思说，她的娘家人当年都想从欧阳家分一杯羹，她家在婆家和娘家之间一度纠结的睡不着吃不下，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跟自己的丈夫儿女共度难关。于是她回了娘家一趟，跟娘家父母兄弟姐妹们大吵了一架，之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回娘家。欧阳雅也给力，
做出了成绩给所有人看，让人知道欧阳家的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能挑大梁。二太太的娘家人就没有再做什么。如今二太太虽然恢复了和娘家的正常来往，但也防着娘家人。她自己的女儿也是欧阳家的主心骨，若是娘家人还想侵占欧阳家的财产，那就是伤害她的女儿。孩子是一个母亲的软肋，也是逆鳞。那是再优秀的人，哪怕是经商天才，也会有栽跟斗的时候。咱们家有1、2季度亏损也很正常，后面调整方针，扭亏为盈又不是没有过。我对自己和大姐都很有信心。欧阳婷那样说是感叹姐姐的不易。早点睡吧。二太太没有再说下去，她起身叮嘱了女儿一句，便上楼去了。回到房里，她丈夫都睡醒了一觉，见她开门进来，妆都没有卸，问她：你还没有睡吗？去哪里了？还是天视了？看看外面，还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天没有亮呢。离天亮还早着呢，刚凌晨。我在等婷婷回来，跟婷婷说说话。她天天早出晚归的，我是她妈，都有几天没有见过她的面。婷婷很忙，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扰她，你跟婷婷说什么了？二太太坐到梳妆台前，取下自己带着的珠宝，嘴上答道：阿雅有了男朋友，我们婷婷也就比她小一点。最近 H 是龙家的少爷，不是在追求婷婷吗？我问一下婷婷对他有没有意思。婷婷说他不喜欢姓龙的，不会有结果的，叫我不用操心他的人生大事。当爸的说道：你管女儿的事做什么？他有自己的想法。龙家的那位少爷和狗屁少爷不过是杀人犯的儿子，就他爸做出的那些事，我们女儿也不能嫁入那样的家庭。又没有证据。你以为真没有证据？肯定有证据的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等着吧。总有一天他会落入法网，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婷婷不喜欢姓龙的那小子是对的，那小子配不上咱们婷婷。二太太叹气，咱们本地的青年才俊，我们觉得可以的，但是婷婷不喜欢。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。当年那些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利用我们的亲戚们，想达到瓜分吞并我们欧阳家。婷婷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又在商界摸爬打滚了多年，真以为她不知道当年的事。她看不上本地的青年才俊也是对的，我都不想让她嫁本地的青年才俊。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做生意，很容易就会有利益纷争，很容易亲家变仇家。你的意思是让婷婷远嫁他乡了？我可舍不得，阿俊和阿健都还小，咱们家的生意也离不开阿雅他们。撇开生意上的事，我也舍不得女儿远嫁。远嫁的女儿一年到头都回不了几次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做父母的病死了，远嫁的女儿都还在赶回来的路上，可以招婿上门或者2头婚。平时他们想夫妻一起生活，生2个孩子，一个跟爸姓，一个跟妈姓，逢年过节可以各回各家找个妈，各自的爸妈各自照顾，这样也挺好的。招婿上门这条路不太好走的，有本事的男人没有几个愿意上门，肯上门的大多数是没有本事，或者是那些心机深沉的凤凰男，想借助岳家往上爬。当他们功成名就时，往往先斩原配，挥刀向岳家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卸妆，然后洗洗睡了。二太太起身走开，去卸妆。